望线多是虚构，焦虑在笑背后，别无选择，默默承受。压力来自渴求，抢走说不的理由，就算崩溃也要时机足够，发泄也思前想后。我不罢休，绝不低头，誓不罢休。拆穿命运阴谋，绝不罢休。要成为现实最敬畏的对手，为理想东奔西走，至死不休。这么长时间了，他怎么还不走啊？挺好嘛，天天的跟我爸爸那聊挺好。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说这董国宇不来接他，他也没说要走啊，这说明什么啊？你是不是又要分析啊？我就爱听你分析事儿了。哎，你分析起事儿来，比那讲鬼故事都吓人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是你又发现什么了你？我告诉你啊，这说明他们俩之间感情出了严重的问题，说不定还会离婚。哎呀，不行，那是秦胜，你不能盼点好吗？这孩子从小就挂脸儿，要真离婚，早哭天抹泪了。这没心没肺，你听听打麻将打的，那也不能待这么久吧？你说有点小摩擦，那不是一会儿就消气了吗？摩擦不正常吗？到底出什么事儿？你说我也问不出来呀，弄得我这一天天都睡不着觉。你这呼噜也没少打。行了，你什么都说不清楚。不行，眼不见心不烦，我必须要把他赶走。要闹回家闹去。妈，来了来了，烦人！我的妈！来，先吃点西瓜，来。哎呦，我不吃，我减肥。哎，谢谢。我也在减肥。人家都不吃。哎，都玩了一下午了，这都几点了呀？都饿了吧？哎，还真是5点半嘞。今晚上别走了，跟我们家吃吧。行，好妈晚上包饺子，好吃，馅馅儿大。包饺子？哎，那馅儿我还没准备呢呀，哪儿吃去啊？我爸刚刚不还和馅儿了吗？那面还没和呢呀，对吧？那面还得醒。我都买饺子皮儿了，跟冰箱呢。怎么净胡说呀？哪儿有啊？这孩子净瞎说，你说哪儿？他买了，真是。小南啊，小南，那个饭我们就不吃了。那个我老公还叫我回家接孩子呢。你看人家都忙。哦，对，那我也不吃了，我要回家去给我老公做饭呢。来啊，我那个学校6点有课，我先走了，晚点微信啊。行，先这样子来，先走了啊，谢谢阿姨，先走了，阿姨走了啊，我请你们出去吃，不送啊。拜拜，晚点微信啊。好的，拜拜。哎呦，你何必呀？这是都是我同学，你也都认识，我们多久没见了，还轰人家走？轰他们，我接下来该轰你了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走啊？你轰我干嘛呀？这就是我家，我去哪儿啊？这不是你家呀，这地景豪园那个8栋1051才是你家，这是我和你爸的家。哎，你给我个话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走？啊，说呀！我待够了我就走，
我这不陪陪你吗？陪陪你和老顾。哎呀，我不用你陪，我真受够了。你说你爸天天打呼噜，我这睡不着觉啊。戴耳塞呀，我给你买。没用没用，小南，我跟你说，你说你要没结婚，我和你爸养你那没问题。可是你现在都结了婚了，你是董博宇的老婆，你说我们两个退了休的人替他养老婆，你说这算什么事儿啊？你给我一个话，你什么时候走啊？什么时候是个完？您就这么不待见我啊？算了，这你不是都出嫁了吗？哎呀，小祖宗！哎，哎，你去哪？您不就是要钱吗？我就这5万块钱，密码是我生日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不是要。娜娜，哎呀，你看他看什么看？我看你，没2句就蹭着呢，这聊着，哎呀，咱穷也不至于差这俩钱吧？你说你，我没说这没2句你就这样，没说要他的钱。喂，你在你爸妈家？在呢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我刚好到你们这儿来看一个公司的项目。你要是晚上没事儿的话，咱俩一起吃个晚饭。好呀，那我找你去吧，我请客。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，晚上见。还真是不记仇。你有这量吗？你给自己喝多了。舒服啊。表莎，我告诉你个秘密。你说。其实我特别爱喝酒，真的，量还好呢。之前在我们歌舞团，没有人能喝得过我。但是后来，我跟董博宇谈恋爱，他说不喜欢女孩喝酒。立马戒了，不喝了。但是，这个事儿你不要告诉董博宇啊，不然他又开始不高兴了。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他的。那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不是来看项目的，你是董博宇派来的奸细。看来你智商也不低呀，这你都看出来了。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了，我还在想谁会来找我呢，没有想到是你。我知道我在你们眼里都是一个傻白甜，我是白，是甜，可是我一点儿都不傻。不过呢，你今天能来，我特别的开心。证明董博宇心里边有我。既然你已经看出来了，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啊！我确实是你们董总派来的，因为他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。我也好奇，你之前都说你不离婚，怎么现在又要离了呢？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什么意思？我在我妈家待了有1个多星期了，就等着董总来接我。其实如果他来接我的话，我立马跟他回家。但我左等右等，他就是不来，我就用这种方式逼他。你也看见了，
到现在还是没来。所以，你还是不想离婚吗？当然不想离婚啊！我干嘛要离婚？那不便宜他了吗？我就是要吓唬吓唬他，以后要对我好一点。你这叫置于死地而后生，你这叫自寻死路。怎么就死路呢？你们家董博宇什么性格，你比我清楚吧？你以为写2张小纸条给他就能吓住他？他要真害怕了，他早就自己来了，轮得上派我来吗？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那你这对吧？你就认个错，服个软儿，你赶紧回家吧，你别把这事情对吧？最后真的弄僵了，你怎么办？我们俩每次吵架都是我认错，难道我嫁给他就是为了证明我错了吗？而且这一次是他打的我凭什么要认错呀？我偏不认这个错。非常好，有气质。照理说，这男的动手打了女人，他就是王八蛋。不管他因为什么原因，他就该跟你认错。跪地上认错，你都不一定能原谅他，对吧？但在你们家啊，认错让步的那个人还真非你莫属。为什么非得是我？因为你离不开董博宇，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董博宇挣的。离开他，你怎么生活呢？人家可不一样啊，人家要离开你，活得好着呢。他就是拿准你这一点了，所以他就是不认错，他就是不来找你，你能怎么样？你最后不还得乖乖回去吗？是，我听懂了。这一次我可以认错，是我疑神疑鬼在先嘛。那如果下一次董博宇真的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我也要认错吗？那没办法，经济地位决定家庭地位，对吧？如果你不想离婚，那你只能让步，因为你完全依附于董博宇。我跟方程又不一样啊，要是我们俩有了矛盾，我就可以离开他，我可以独立生活，我就可以死扛着不认错。你不行，你现在不行。廖莎，我怎么觉得你有点瞧不起我们全职太太？哎呀，是我现在花的都是董博宇的钱，但是为这个家我也一直在奉献呀。不能因为你有工作，就否定我们全职太太存在的意义。我觉得你完全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非但没有看不起全职太太，我反而非常尊重，因为我觉得全职太太是一份非常有技术含量的工作，非常了不起的工作。我的客户里边有很多也是全职太太呀，人家有的还是高学历，什么海外留学背景，有很好的职业前途的，可能家里一商量，放弃了自己的职业，做了全职太太，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孩子教育得非常好，最关键一点，老公尊重她，把老公收拾得服服帖帖，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我不行啊！如果你让我不工作，我只弄家，我肯定连你都不如。你怎么两头说呀？我都听糊涂了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，不管是职业女性还是全职太太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关键在于说你是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的。第二个，你的老公是不是能看到你的付出，并且尊重你在这段家庭关系当中里边，你舒服自在且自信。我不舒服，我没有感受到理解和尊重，当然不舒服。这几天我也在想，这3年我每天都忙得团团转，我干嘛了呢？保姆、厨师、按摩师、会计、清洁工，平日里我就是一杂工，赶上董总生病了，喝大了，我就是一护工，而且全年无休，24小时待命。我觉得我做了这么多，
总应该觉得有点感触吧。可是董博宇什么都看不到，他觉得我的生活就是躺在沙发里享清闲，所以他才会跟我说：“你整天什么都不干，别没事找事儿。”我烦透了这种生活。我也想，要么我就出去工作。可是我脱离社会太久了，我真担心，我要是找不到工作怎么办？或者干不好，被人家开了，灰溜溜的滚回家，那我在董博宇面前更抬不起头了。你说，我应该怎么办？这么难的问题你问我呀？我哪知道你应该怎么办呀？我自己这段时间的日子都过得乱七八糟的。不过呢，有一点我是确定，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先好好的想想你自己，才能想清楚你跟董博宇的关系。反正我认为你还是应该先回家，去解决问题。你老是躲在你妈这儿，对吧？也下不来董博宇，那算怎么回事呢？算了，不说我了，说说你吧，怎么个乱七八糟呀？说给我听听。一言难尽。反正呢，我就是辛辛苦苦10来年，一夜回到了原点。我现在还真挺迷茫的，每天都不知道干什么，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我给你出个主意。你哪有什么主意？你瞧不起人了是吧 ？Sorry， 您请。觉得你可以生个孩子。阔太，我就知道你出不了什么好主意。我生什么孩子呀？我现在底薪就几千块钱，方程也就那点死工资，我们俩拿什么养孩子啊？不是，你打算一直不要孩子吗？我没有说我不要孩子呀，可现在不是一个好的时机啊。我觉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。你是拿我寻开心的吧？完全没有，我认真的说，现在呢虽然是你事业的低谷期，不过以你的能力，这都是暂时的。你现在这么空，不生孩子，等你以后事业有了转机，慢慢变得忙碌起来，更没有时间生孩子啦。你刚才也说了，你们公司讲的就是业绩，如果半年没业绩的话，很有可能把你给开了。那你就怀孕呗。你怀了孕，你就是个小孕妇，他们想开都开不了你，加上产假，这前后得有1年多的时间，你完全可以再做打算，而且什么都不耽误，多好呀！此时不生，更待何时啊？你说呢？可以哈，一个从来不上班的人这么了解劳动法。我不上班，我还不上网吗？说实话，我不是没有考虑过，但是我们俩除了经济上的压力以外，你说我们家那个方程，自己就是个大孩子，你觉得他现在做好准备当一个爹了吗？谁天生就会当爹呀？等孩子生下来，自然就会了。而且，方程虽然是有点佛系，比董博宇强啊，至少方程很顾家。你就放心的生，没准你一生出来，方程唰的一下变了，变得特有斗志、特上进、特有责任心。总而言之，你得对你老公有点信心。有，非常有信心。我认真的考虑一下。说回正题啊，你到底回不回啊？你家老董还等着我给他回信呢。我啊。顺其自然吧。顺其自然。既然他不是真的要离婚，那赶紧回来不就完了吗？顺其自然是什么鬼啊？不是你怎么劝的他？这样你再跟他说一说，
只要他现在立刻回来啊，我不计前嫌，就当之前的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董博宇，你少用这种命令的口气跟我说话啊！我又不是你的下属。你们俩闹了矛盾，你自己不愿意来，你求我来的，我帮你了，你还不满意是吧？这不该管你们家这点破事儿。廖生，咱俩之间可是有协议的，顾小南要是不回家，那我的承诺也不能兑现。姓董呢？你敢？我只是答应你了，我过来帮你劝他，我没有保证顾小南能回家。你要是敢克扣方程的工资，你试试，那我可以保证，顾小南就算回来了，我有本事把他劝走。别，廖生，我不是这意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就想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。不知道。是。反正该劝的我都劝了，估计他也听进去不少。啊。哎，但是我倒想劝劝你。你能不能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啊？你把人欺负成这样，人家委屈，人家缓缓不行吗？你要面子，别人不要面子。你想让他回来，人家立马就要回来，凭什么呀？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等着，说不定哪天你下班回家，顾小南就在家等着你呢。有你这句话就行啊。廖主管最近费心了，回头我请你吃大餐。吃饭就不用了，红包得大点啊。忘不了，必须忘不了。你们最近这2天吃什么喝什么，算我的。再见。哎呀，这是我们家洗碗机，不是给你洗头用的。干嘛呢？我在研究你家这洗碗机呢。哎，我也想买个这种水槽洗碗机，可惜廖莎不批准，所以嘛，只能来你家感受一下科技给人带来的便利。你还别说，洗得真干净。你能不能认真玩游戏了啊？快！你不是在打电话吗？打完了，怎么样？说顺其自然啊，应该就是没2天就能回来了吧？我媳妇儿有2把刷子吧？哎呀，别说那么多了，赶紧！我今天晚上必须上王者，关上！现在呢，虽然是你事业的低谷期，不过以你的能力，这都是暂时的。你现在这么空，不生孩子，等你以后事业有了转机，慢慢变得忙碌起来，更没有时间生孩子了。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董博宇挣的，离开他你怎么生活呢？他就是拿准你这一点了，所以他就是不认错，他就是不来找你，你能怎么样？你最后不还得乖乖回去吗？经济地位决定家庭地位。如果你不想离婚，那你只能让步，因为你完全依附于董博宇。谁天生就会当爹呀？等孩子生下来，自然就会了。我必须改变。
来了，下课啦？我没呢，我让他们自己练。你肯定有事儿找我。没关系，我等会儿你先上课吧。我都出来了，说吧。我昨天看你发朋友圈，说招舞蹈老师，对吧？哎呀，你别提了，我愁死了。我前一阵一个舞蹈老师，他突然一下辞职了，弄得我是措手不及。我前几天又面了几个，也没有什么合适的。哎，你是不是有合适的人推荐呢？有。太好了。哎，你推荐人肯定靠谱，谁呀？我。来这里。酒店？喂，老婆，不是去酒店干嘛呀？我们要去吃大餐吗？少废话。喂，老婆，我到这儿了，你在哪儿呢？去前台交身份证。身份证？你好，先生。你好。我的身份证。方先生是吗？是。这是您的房卡，房间号是2318。房卡？哦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还房间。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怎么穿成这样了？不好看吗？好看。不是，今天是什么节日吗？结婚纪念日？也不是啊。今天是我的幸运日，生个孩子玩呗。不是，你确定啊？确定啊。干嘛去？我洗个澡去。不用了，我嫌弃你。我担心有味儿。我习惯了。不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说。怎么就突然想生了？你不想要孩子吗？我当然想了，但你之前说过，我就不像个当爹的样儿，你不愿意生，那你得说清楚啊！你不能让我这么毫无准备的执行这么伟大而神圣的使命。赵凯不是想架空我吗？我不能任由他摆布，我要利用这个时间生个孩子，对冲一下风险。等孩子一落地，我重振旗鼓，我弄死他。好，老婆，我支持你。哎，不过总感觉我们生孩子不是为了我们的爱情，是为了跟赵凯抬杠，这对于我们未来孩子是不是不太公平啊？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？生不着？生。不是怎么了？啊，疼死我了！不是哪儿疼啊？压到我那增生了。啊！不是，我看看，来。哎呀，别动，手可重了。不是，那你自己摸摸，怎么回事？我比以前变大了。大？真的假的？这事儿我能瞒你吗？那你平时怎么没感觉啊？平时不碰它没什么感觉。那我现在陪你去医院吧，咱看看去，得看看。几点了？到医院？现在就剩急诊了，看什么呀？那咱收拾回家，明天早上我陪你去。老公，你知道这套这一晚上多少钱吗？退了呗。
我订的是不能退款的那一种。哎呀，你说你生孩子在家里生不就完了吗？你非得跑到酒店里生，你这不是浪费钱吗？我花点钱花点心思搞一次浪漫，你还说我是吗？哎，不是意思，不是我的意思是家里不是一样也可以浪漫吗？屁！好了，不生气了。那要不你忍，咱今儿浪漫？没有心情。好嘛？走开。好嘛？哎呀，好嘛？滚蛋！好嘞。你轻点啊！你是她老公吗？对啊，不像吗？你老婆胸前长了这么大的肿块，你都不知道吗？现在才来检查。对不，他工作挺忙的，没事，您别管他，您直接跟我说吧。我这什么情况？你现在可以办理住院了。住院？不是怎么就住院了呢？有可能是乳腺癌，要进行手术活检。不是医生，这检查单我也看了，没有癌症2个字，没有。看这个 ，bad risk 分类4级，也就是说它是可疑性病变，需要临床干预。你这个肿块啊，要通过手术才能确定是恶性还是良性。那这 B 是倾向于恶性啊，不过你们也不要太紧张，还是有概率的。概率是多少啊？30%到60%。能治好吗？如果是早期的话，治愈率还是很高的，患者5年的生存率在90%以上吧。5年生存，治好也只能活5年。不是这个意思，5年的生存率呢，是指癌症患者呀，在手术和治疗之后，这5年之内没有出现癌细胞的扩散和转移，那之后的扩散和转移的几率就非常小。这可以认为是达到了临床治愈。癌症呢，不同于其他的疾病啊，是很难治愈的。我们呢，一般是通过患者的生存率，也就是5年的生存率，来评价手术和治疗的效果。那癌症晚期5年的生存率是多少？你现在来说早晚期为时过早，我建议你们还是赶紧住院做一下检查再说吧。你先大概说一下吧，我好有个心理准备。20%。没事。您摔疼吗？不好意思。大夫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住院和手术的费用是多少啊？大概3万吧。那如果确诊是癌症的话，后续的治疗需要多少钱？这个不好说，几万到几十万都有可能。谢谢你啊。你怎么走了呀？麻烦你了，医生，我不好意思。老婆，咱啊先别着急，这说不定是误诊呢，是不是？咱多换几家医院，多看看，听听医生怎么说。而且我分析啊，这个医生为什么说这么严重，就是担心咱们不够重视。咱不先说了，我先开车啊，你等我啊，咱回家说。
莎，你等等我，你别走啊！姑娘，旁边那车的人好像在叫你啊。不用管他。好嘞，明白了。姑娘，那车现在已经被我甩老远了。你们俩这到底什么仇什么怨啊？没事儿，没什么大事。对了，您这到底要去哪儿啊？您随便开吧。不是，你好歹说一地儿啊。您先开着，我想想。得嘞。这还是关机啊？他还能去哪儿啊？你们替我想想。哎，先冷静点啊，该找地儿都找了。他要真不想让你找到呢，我觉得你跑断腿也没用。哎呀，这干嘛躲起来啊？方程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对廖莎也太不关心了。她生病了你都没发现，有你这么当老公的吗？我早就让他去医院，他自己不去呀。这一次要不是我逼他去医院，他还不去。我之前反复跟他说，身体第一，工作事情先放一边去。他说我什么？说我没出息，这不急死我吗？算了，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你。其实公司每年都有体检，但他每次都借口忙不去。我要知道这样，我就该压着他去体检。哎，不行，我还是报警吧。万一他……人怎么来了？老婆，你去哪儿了？急死我了！方程，你是觉得我生病这事他光荣是吧？你巴不得别人都知道是吧？廖莎，你说这话我就担心，我们师姐是别人嘛。哎，廖莎，那个方程也担心你，你看你一直找不到你，我们都特别着急。你说你怎么那么见外呀？有什么事你说呀？半天找不到人，我们多担心啊！对啊，朋友这个时候不用，什么时候用啊？刚才师姐跟我说，她认识省肿瘤医院的专家，咱这儿没有专业的肿瘤医院，要不明天我请假，我带你去省里看看专家怎么样？对呀，我帮你都安排好，你们过去就行了。廖莎，你就去吧，公司这儿我帮你顶着。赵凯要是找你麻烦，我帮你搞定。我想想。你还想什么呀？你就听我的，赶紧去。你们都想得挺周到的了，我也需要想想。我今天想不动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都翘班了，陪方程找你一整天，你不谢谢我们就算了，还赶我们走。谢谢。可以走了吗？小娜，廖莎刚回来，让她好好休息吧。咱们回头再说。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跟我们说啊。我送你们。哎，你不啊，你去照顾好她得了。走了啊。再见啊。老公，你别怪我把这事儿告诉他们，我以为你找石姐他们去了，所以我才给他们打电话的。没事儿，老公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？你这也太平静了吧？那我应该怎么样啊？一哭二闹。
老婆，老婆，你醒了？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不见了。刷牙洗脸，吃饭了。饿了干嘛？快去啊！哦，我去。突然想翻一翻老照片，泛黄的故事早忘记好多年。人群中是你笑得最甜，那天的回眸是一辈子的想念。低下头摸着你在指尖，模糊的泪眼重叠着你的笑脸，是不是这样的再相见，让这一段缘在心心念